须得要逼一下自己。你想想，我一个人我在家里待了苦闷了10年，这也不简单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我没疯了，都算是幸运的。我扫了，别，好，感谢。这里啊！您是哪里人士？我是浙江的。浙江。什么时候开始在这边摆摊啊、写字？我是17年过来的，17年12月份，然后到19年的3月份又回去，然后去年的就2020年的12月份又过来，到现在也就3个月。疫情断了一段时间是吧？对，中间差不多有2年没在这边。像这边摆摊的话，它是收摊位费的是吗？对，它是1个季度一收。1个季度一收。对。像季度的话是大概费用是？它就是3000来块钱到3000多块钱。最近是因为泼水节到了，人流量是属于最大的时候吗？不是，就是过年的那段时间，就是初8、9、初10之前都没什么人。就是之后初8、9、初10以后，可能也就是现在自媒体比较发达，自媒体发达了，好多网红都在这里做直播。你说网红他的粉丝几十万的，你说这种小地方来个几万人，来个10几万都不得了吧，是不是？所以最近就是这个小地方人流量还是蛮大的。每天会不会蛮多人问一些您手臂是怎么回事的一些问题？这倒不多，就小朋友比较关心，说怎么啦，这手怎么了，会有。成年人很少问，因为这方面小孩子比较好奇，成年人就没这必要。因为人吧，怎么说呢？你这情况肯定是一种情况，肯定是事故干嘛的，没必要就是说具体情况没必要问。但是小朋友比较单纯，他就比较关心这种比较肤浅的东西。成年人他看得比较深刻，是吧？他不需要问你以前经历什么，是吧？怎么变成这样的？就让他看你现在这种状态，这种精神面貌，他最关注的事情，是吧？好多买我扇子、买我的作品都是怎么说呢？都是挺佩服我的，他们就觉得这是一种精神吧，精神的力量。这个会更多一点。就如果有人像我这样子去问的话，会不会对你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回忆？会，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因为你既然你已经这个样子了，或者你要怎么的，你必须得面对这些东西，面对这些人他心里的需求。比如说他想知道你以前经历些什么，也会有人想。你会去回答他们这些问题？我就说我是怎么弄。但是大多数人呢，怎么呢？可能会考虑我的感受会多一些，问的会少一点。隐晦一点。对，会有很多人。他只是问我书画方面的，说我练了多少年啦，写了多少年字啦，就这样。因为我的爷爷呢，就是在我们村里边是写毛笔字的，周边这种红白喜事啊，都要让他去写字的，是这样的。我小的时候呢，就看他写字，看的很多，就是耳濡目染的，就受他的这种影响，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就喜欢上了这个写字。你到现在的话写了多少年了？我的将近可能有20年了吧，17、18年了，至少得有。我就是说是我比较有点有模有样的开始写字，之前就乱写的那段时间，加上20多年都有。我今年都40多岁了。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，其实可能10几岁、11、12岁、13、14岁的时候就开始写。那时候就开始用脚去练习了吗？因为我这个情况就是小的时候5、6岁的时候，高压电打上了，就是这样。摊完爬到那个变压器上去，高压电上去。你有没有一段时间会自我犯着好奇？对，包括这样的人，不知道怎么弄是吧？对，关键是。我高中毕业嘛，我是高中毕业嘛，我09年高中毕业。然后呢，回家呢就不知道，就是
感觉到前途很迷茫。我就怎么说呢？99年，然后到09年10年，我一直待在家里，几乎都不出门，就自我封闭，就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，外面的世界也没有接触，也觉得这外面的世界好像还是很担忧吧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然后呢，自己想法有很多，想法是特别多，所以我做梦我都在想问题，所以还是那个很憋屈的嘛，自闭，自我感觉好像是一种自闭症。然后呢，10年以后呢，我现在去，我觉得还是要自己走出来。怎么拍的？我觉得自己走出来，我就在外面摆摊写字。09年我走出来，我在杭州西湖边写字。啊，我在杭州待的时间最长，待了可能有5、6年时间。反正杭州呢周边市民都知道我在那写字写了好多年。您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字卖字。肯定写字，我必须得要那个养活自己啊，就写字。但是那个时候字也写得不好，写得不好，反正也无所谓，是吧？人吧还是要有一点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脸皮厚一点，是吧？厚脸皮精神嘛，是不是？第一个我要解决自己的生存的问题嘛，就一出来就写字。我家里我也思考好的，我也经过了好多年的思想。说我出来以什么为生？在我在家里那段时间，我也想到了，我说我必须得有一技之长，出去呢，反正生活呢就是还有一点方向，不然的话你真不知道在外面。那段时间我在家里不是10年嘛，迷茫的10年在家里，我就练字啊，空闲的时候我就练字啊，对着字帖开始练字啊，就那样开始了。那是我差不多有点有模有样的开始涉猎书法。这书法这东西，你要是不临帖不干嘛的，乱写是写不出来的呢。还没到热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临帖、临字帖，就开始有点有模有样。我也得给自己人生也设计了一下，我说我出去就是2点一线，出去写字，然后回来就是睡觉吃饭，就这样。就那几年我就是2点一线，就出去写字，回来就是吃饭睡觉，就这样。过了好多年。我看您现在都是一个处于比较阳光乐观的一个状态。就刚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是比较封闭一点啊？跟社会接触的话，但是没有交流的多吗？反正我出来其实是喜欢跟人交流的，因为我在家里没人可交流的，也是怎么说呢，还是很郁闷的。我是出来能认识更多的人，能跟他多交流交流，让自己的内心封闭的这个内心能打开一些，这样子。不光是那个，不光是说赚点生活的来源啊，干嘛的，还是就是要走出去，让自己的内心能打开，这是最关键的。我觉得走出去多多少少，这个机会会多很多，会大很多，是吧？我是这么想，就是先走出去再说，这样子。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反正什么都是变数，只有变数才是常态，是不是？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就先走出去再说。我那是鼓起勇气的，因为我是准备了好多年，因为我出去一个人嘛，真的无依无靠。但说一个人，你虽说一个人，但是我还是有一点，还是有一点帮助的，还是有一点人家给我的帮助。就我村里的一些，就是那些小年轻人嘛，在杭州一个大学里念书，我就通过他们，我说一开始像我这找房子也很难找，就让他给我找房子，让我住下，这样呢我就租的地方解决，在其他的呢就我自己解决。反正我出去写字干嘛的，我就每天按时出去写字。然后按时回来，就坐公交车嘛。然后我住的地方就离公交车站很近的，交通比较方便，出行比较方便，是这样一个，就这么出来的。这几年选择版纳这边是版纳这样子收益会高一点，还是出于什么原因？就是冬天太冷啊。对，我在我那边也是摆摊写字的，因为太冷了，那个江浙那边冬天特别阴冷，就跑到这边。家还是安在老家那边是吧？对，家是老家在浙江那边。我也算是流浪的，我有好多年，我北上北京，下海南，就这样。我在北京也待了1年半吧，然后冬天我也去过海南，就这样，也是流浪。
你要说流浪，我也跟你差不多，也就是东跑西跑。我看您就是刚才也是用脚就看手机啊什么之类的，您的日常基本上自己可以料理这都的是吧？可以。我认识我老婆之前，我是一个人在外面住，我跟我老婆认识4、5年。4、5年。本来我就一个人，我生活都能自理，但是我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我得要逼一下自己，不然的话，真的我如果当年我没有逼我一下的话，我现在还在家里吃闲饭，真的没办法，必须得要逼一下自己。你想想，我一个人我在家里待了苦闷了10年，这也不简单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我没疯了，都算是幸运的。真的，我不出门的，我就是自我封闭，在家里看电视、看点书，然后就是练点字，就这样子的，天天就这么过的。方便问您跟您媳妇是怎么认识的吗？他也是摆摊，他以前在杭州那边，也是在一个吉家过道摆摊认识的，他也是卖点小东西，我那个时候也在那里，就是卖字花、卖扇子，这样的认识，走到一起了。也是缘分吧。我不知道这么问会不会有点那个，就是当时您走到一起结婚的时候，您爱人家里会有一些意见吗？我也同意的，我们还是通过了阻力，这肯定的，你想想，是吧？这一个健全人怎么可能说，嫁给一个身体有残缺的人，不可能，是不是？问一个很矫情的问题啊。如果就是让你有一个健全的身体，你最想用你的手臂去做什么事情？我还是想做一点，比方说旅行之类的，真的。我现在还想去旅行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千世界真的是太美妙了。这人生你很多风景你没有领略过，你真的是很遗憾的事情。不过我现在这么多年在外面呢，虽然走的地方不多，但也算是一定程度上，也算是走了一些地方。但是我想去更远的地方，比方说西藏啊这种地方，是吧？这种蓝天白云的地方，那种就是千万里都看不见一棵树的地方，去那种地方，感受一下那种苍凉的感觉，是吧？我喜欢那种是我人生没有体验过。是不是？大草原看不见一棵树，是吧？然后西藏那种地方，那种什么雪山那种地方，看不见一棵树，我喜欢去那种地方感受一下。人生就是要有这种不一样的体验，是不是？这是最重要的。人生就是一道大餐，是不是？酸甜苦辣，人生百味嘛。